大家好，本期属于临时新加，讲讲时事。拜登终于挑选出了他的竞选搭档，他就是来自加州的参议员卡马拉·哈里斯，这给美国舆论激起了不小的浪花。哈里斯今年曾参与民主党的党内初选，但最终得票率并不理想，连前5名都没有进入，这仅仅高于名不见经传的华裔杨安泽。这说明他在民主党内并没有多少的竞争力。哈里斯也被爆出过去的一些传闻，比如曾借旧金山市长的情人关系上位，当然这在美国人心中也不算什么事。在他担任加州检察官期间，哈里斯对黑人犯罪追责严苛，在同性议题态度微妙，这也受到左派们的批判。那么拜登团队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人做副手呢？我们知道川普的民调直到今年初依然稳步上升，很大原因是经济比较强劲。就在5个月前，所有人都认为他的连任牢固不可撼动，但是谁都没想到，今年川普连续受疫情和弗洛伊德事件的影响，民调大幅下滑，可谓是躺着也中枪。目前拜登在各类民调中均领先川普，更危险的是，在6个典型的摇摆州中，拜登在5个州均小幅领先。要知道，在2016年，川普正是拿下了3个关键的摇摆州才惊险获胜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美国今天举行大选，虽然也有一些川普的潜伏票仓，但拜登基本上应该可以拿下总统的宝座。然而，拜登也有几个比较大的弱点。我在川普选情那期对双方的优劣势也有详细的分析。第一个是他的年纪快到80，经常表现出老年痴呆的前兆，这让很多美国选民对他的执政能力表示怀疑。也许哪天拜登会突然无法履行总统职责，所以有一个可靠的副总统顺利接班就显得非常重要。而哈里斯担任检察官和参议员多年，在能力上没有问题，而且哈里斯非常年轻，今年才55岁，精力充沛且经验丰富。第二个就是民主党这些年越来越往左靠，逐渐丢失中间选民的信心，所以拜登需要一些中间派来中和团队。虽然哈里斯也是绿色经济和大麻合法化的支持者，但他并不是激进的左派分子，他是前检察官，而那些激进的左派甚至喊出取缔警察的口号，他们对司法非常抵触。第三个就是民主党在这次全国抗议中刚把种族矛盾打上了浪尖，加上民主党固有的传统，就必然不可能错过这张王牌。而哈里斯同时拥有女性、黑人和亚裔等多重身份，虽然他只是牙买加和印度移民的后裔，严格说并不是非洲裔，但黑人群体100年来已经混血得非常松散，并不十分严格的区分血统。所以从这3点来看，虽然哈里斯在党内的支持率并不高，但是他的加入对于已经领先的拜登则是加分项。他会给拜登带来最渴望的东西，那就是舆论的关注，以至于消息刚宣布时，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读稿似乎也显得有气无力。我们再来看看川普的团队。川普目前虽然遭受疫情和抗议的双重打击，但其铁票仓大概稳定在 41% 左右，这主要是白人为主的中南部州。川普在其他人群中的得票率非常低，比如他在女性人群得票率为 35% 左右，黑人得票率低于 10%， 拉丁裔低于 30%， 年轻人低于 30%， 更不要说在同性、双性人群等等。川普在2016年党内初选获胜后，并没有得到共和党票仓的认可，保守派人士认为川普是和他们不同的另类，是奸诈的商人，而且还曾经是民主党人。所以川普选择了彭斯做副总统搭档。彭斯曾经是印第安纳州州长，有着可信任的公众形象，他代表着美国广大的基督教保守福音派，这在当时对看上去玩世不恭的川普起到了很大的加分作用。同时彭斯在副总统的辩论上也秒杀希拉里的副手蒂姆·凯恩。彭斯在过去4年也可以说是勤勤恳恳，深得川普的信任和同党的认可。那么彭斯是否能继续担任副总统的候选人呢？我们知道，经过这次席卷美国的抗议浪潮后，种族牌被再次唤起，且被民主党大打特打。我们先不评价这到底是好是坏，但是面对拜登多元的团队，川普的2个老白男组合的确给选民不好的观感，这也是川普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等人群无法产生吸引力的原因。此外，彭斯的主要立场包括反对同性婚姻，这也是广大基督徒的立场。
彭斯的妻子卡伦就曾在学校里公然批评该人群，虽然这在保守州并没有什么。而美国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已从2016年的 56% 上升到今天的 70%， 有 6% 的选民自称是同性或双性。最近大法官戈萨奇的偏向同性人群的判决投票，对川普等保守派也是一个警钟。戈萨奇还是川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，这充分反映了美国社会观念的转换。而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、不断上升的焦虑和低落的民调，川普也许不该等待更多的希望。在过去的4年里，川普已经用行动成功说服了美国的保守派，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，所以彭斯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也就不再存在。在人人都打种族和身份牌、玩身份政治的今天，川普如果还想取得胜利，就不得不跟着打身份牌，就不得不换掉彭斯。很多支持少数群体政策的选民，他们也许会认同川普的部分政策，但是面对这样的老白男搭档，他们就不得不选择放弃。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谈谈哪些人可以作为候选。首先是大家都不陌生的尼基·黑利。黑利曾经担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和驻联合国大使，今年只有48岁，也是年轻有为、精力充沛。黑利同时具有女性和亚裔的身份牌，以及良好和值得信任的公众形象。如果黑利成为副总统的候选人，这将大大吸引女性群体和少数族裔的选票。第二个候选人也是大家熟悉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。卢比奥也很年轻有为，给公众的感觉比较的靠谱。他曾参加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，是未来总统的有力竞争者。而美国有无数的总统都是先从副总统的位置干起，包括福特和老布什，以及现在的拜登。卢比奥最大的吸引力是拉丁裔的选票，尤其在摇摆州佛罗里达，以及如今比较悬的共和党大本营德克萨斯。第三个候选人也许大家都没听说过，他就是纽约州第21选区的众议员爱丽丝·斯特凡尼克。斯特凡尼克过去4年在国会全力捍卫川普，包括在总统弹劾案中和司法主席亚当·西夫的唇枪舌剑，深得川普的信任。川普也多次转发他的推文。斯特凡尼克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他的政治立场，还在于她是共和党少见的崭露头角的女性。在如今的共和党的领导层中，的确迫切需要更多女性面孔来吸引女性选民。以上就是关于川普是否更换彭斯的讨论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谢谢大家。